五小姐也真是，这傻子死透了，扔哪个山都不行，还非得扔到这个恐怖的无声深渊里，白白让老子浪费力气。你又不是不知道，传说这无声深渊底下有吃人灵魂的妖怪。五小姐的目的是想让这傻子死得连渣都不剩。五小姐那娘们儿真够狠毒呀，给傻子灌了那么多烈性梯形散也就算了，现在人都死了，连灵魂都不放过。到悬崖边了，快扔！这鬼地方，老子一刻都不想多待。不知过了多久，江桃溪迷迷糊糊地醒过来，渴，好渴。手像是摸到了什么，下意识地靠过去。一夜过后，江桃溪睁开了酸涩的眼睛。什么情况？这是哪里？我不是已经被那对奸夫淫妇夺舍了身体，碎了灵魂了吗？怎么会在这里？而且我的面前为什么还有一个像是被人刚玷污过的美男子？就在此时，大脑一阵刺痛，无数记忆瞬间涌入脑海之中，转瞬清明。他直接跳下寒玉床，边穿衣服边拼命地往外跑。记忆全部恢复后，他才得知，原来他被碎魂之后，那跟随他灵魂的异火便收集了他破碎的灵魂，将他拉进了下修界里这具才被害死不久的身体里。山洞外的大溪谷，云雾缭绕。就在此时，一只巨大的黑鹰猛地朝江桃溪袭击而来。他猛地一挥手，咒术禁锢拔地而起，瞬间将大黑鹰禁锢。原本还准备吃口点心的大黑鹰，直接重重地砸到了地上的泥土里。不想死，就老老实实送我上去。江桃溪离开不久，那俊美到颠倒众生的男人，缓缓地睁开了狭长的凤眼。王上，您这是怎么了？我怎么这么傻？不就是被那个啥了吗？天哪，到底是谁这么胆大包天，居然敢对我们家残忍无情的王上下手？王上息怒，属下这就带人去将那胆大包天的贼人碎尸万段。碎尸万段。南春国江家后院，他们这么快就把事情给弄好了？五小姐，您就放心吧，那两个地痞流氓做事可麻利了，可是亲手将江桃溪那废物扔到了无声深渊下。贱骨头，活该！哐啷一声，紧闭的大门突然被人一脚踢开。江桃溪！江青青还没来得及站起身，砰的一声便被江桃溪按住了脑袋，重重地砸在了梳妆桌之上。我的儿子在哪里？你这个废物，你居然敢打本小姐，你找死！江青青嚣张的话还没说完，直接被江桃溪再次砸到一旁的桌子之上，一旁结实的木桌瞬间四分五裂。我再问你一遍，我的儿子在哪儿？三姐，我是你的妹妹，我怎么可能会想害你的儿子呀？你的两个儿子是被亲家的人杀了，你现在杀过去还能替他们报仇？江青青的话还没说完，直接被江桃溪的匕首贯穿手掌，重重地钉到地里面。你以为我是傻子？我什么都说，他们被我偷偷的卖到了黑市里。黑市？你这个畜生！咚的一声，江桃溪一脚将江青青踹开老远。江青青，我儿子若是有什么闪失，我定要你生不如死。小兔崽子，再不配合，老子就直接打死你！小家伙浑身是伤，跑到了另外一个小男孩的面前，将那昏死过去的小男孩挡在了身后。不许伤害我弟弟！妈的，你这个臭小子，存心不让老子挖灵根是不是？
老子直接捏死你这个小畜生！砰的一声巨响，紧闭的木门被人一脚踹开。该死！江桃溪暴怒而起，猛地朝着男人抓了过去。无数犹如丝线般的火焰瞬间割断了男人的手臂。男人还来不及痛呼，便被江桃溪一脚踹开老远。晴儿，杨青在这里，杨青在这里。江桃溪连忙将手掌放在了小家伙的背上，用一火之力治愈着小家伙身上的伤势。阿娘，晴儿怕。哎呦呀，我的天哪，这两个小家伙伤得也太重了吧！会说话的火焰，难不成这女人是拥有异火的修士？男人捂着胳膊起身就准备冲出去，哗啦一声，一阵如丝线般的火焰瞬间将其抹断了脖子。不好，有人擅闯挖古房！阿火，一个不留。收到。而他的身后大火冲天，那些害人取灵根的木屋纷纷被烧得一干二净。地灵，出来！地下灵泉在哪里？您是来找地下灵泉的？神仙姐姐这边请。神仙姐姐，像这样大的小孩，只要喝上半口，身体就能变得特别强壮。话还没说完，妖术地灵就见江桃溪直接将两个小孩轻轻地放到了灵泉里。哎呀，不可以！神仙姐姐快抱起来！这样放下去的话，灵泉里的灵气被身体吸收，会把他们的身体撑爆。话还没说完，妖术地灵就见灵泉水上氤氲的灵气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钻进了两个小家伙的身体里。这怎么可能？就算是正常的大妖怪，喝上2小杯灵泉都会撑爆身子，何况这是全部吸收了。幸好我没有来迟。神仙姐姐，今日小的很惨，从小就没见过父母，很没有安全感。但小的会寻宝，会战斗，平时还喜欢照顾小孩，实在是居家出行必备好手。说重点。神仙姐姐，取小的为灵宠吧。不要。为什么？太老了。哪里老了？小的才1000岁，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呢。想到此次还要回去解决一些麻烦的事儿，还需要有个很强的辅助照顾保护两个小家伙，也就同意了主仆契约。回到江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江桃溪老远就看到江家门口灯火通明，一大排的护卫围得里3层外3层。江桃溪，你这个畜生还敢回来？都还杵在那里做什么？还不快点给我把这孽障乱刀砍死！此话一出，众人一拥而上，啪啪啪啪，预料当中的场面没有看到，众人就见江桃溪挥着手中的长鞭，直接将跑在最前方的护卫抽飞老远。这怎么可能？转眼的功夫，门口的护卫都躺在地上，哀嚎不止。你这个孽障还不住手！江桃溪，你好大的胆子！你不仅虐待殴打你的妹妹，此刻居然还公然殴打江家的护卫，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陆成风，他若是把你的儿子卖去黑市，你打不打？黑市？赖死哥哥，我没有，我是被冤枉的。你这孽障，你胡说八道什么？你怎么能用这么恶毒的罪名陷害你的妹妹？
希儿啊，我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对待，平常把你看得比亲情还重，青青对你更是好的掏心掏肺，你怎么能这么陷害她？你还有没有良心了？别再装慈母了，隔夜饭都吐出来了。你说我在诬陷江青青，那你让他向天道发个誓，看他有没有将我的儿子卖去黑市。我江青青直接捂住了胸口，猛地咬破了舌尖，喷出一口血来，假装气晕了过去。青儿，现在随了你的心意了，你高兴了吧？你们挖我的灵根，夺我修为，甚至是把我天命之女的气运全都转嫁到他身上，更是对我下药，还想杀了我。如果不是我运气好，大难不死，恢复了神智，我早就死了。就这还算对我好？你这孽女，你胡说八道什么？江家家主气急败坏，拔出腰间的佩刀就要朝江桃溪砍来，砰的一声，却是直接砍到了一阵无形的屏障之上，直接被震得摔开了老远。一时之间，所有人都以为江桃溪身上有厉害的法宝才会出现结界屏障，却不知这只是半神之力的护体结界。我今天过来可不是取他灵根的，你应该记得这江家府邸是我7年前寻得魂灵草时救下皇后娘娘得来的赏赐，而5年前你已经和我断绝父女关系，既然不是我的家人，那你们现在该滚出我的府邸了。你要赶你父亲出府？太子殿下，您这话说起来就不对了。秦生欢，你不躺在春香楼里玩你的女人，来这里插什么嘴？我觉得这件事情，陛下应该让殿下来断江府是谁的，才最是公正。本宫作为一国太子，自然不会偏帮。在父王没有下定论之前，江家家族就暂且搬离江府，而你江桃溪也不能待在江府。江桃溪进了府邸，直接踢碎了那关着他母亲的房门。希儿，青儿，娘亲，对不起，希儿来迟了。此刻冰冷刺骨的寒潭里，该死！白九墨愤怒地吼了一声，轰隆隆隆，周围的几座山峰又被他的威压给震塌了。王上一回来就在寒玉潭里沐浴，这都快4个多时辰了吧？再洗下去，皮怕是都要脱一层。4位护法大人，听说王上回来了，小阿楚想爹爹了。王上在沐浴，谁都不得入内，还请施小姐离开。我不是外人，我是小阿楚娘亲，也算是未来的魔后。王上还未册封，施小姐是不是未来魔后还是未知数。本来以为自己5年前在白九墨魔猿暴走那晚，利用那个人类女人给白九墨生了孩子，他就能够凭着母凭子贵上位，成为白九墨的女人，坐上魔后之位。可白九墨虽然因为孩子将他留了下来，却从来没有碰过他，也没有提过册封的事情。真的不能进去吗？在4位护法看不见的地方，狠狠地在小女孩的腰间掐了一把。小阿楚是太想爹爹，想哭了吗？玉烟小姐，王上现在有事，不见任何人，等下次王上有时间时，属下再通知您。这是怎么回事？是我走错了？江桃溪站在河流边，焦急地望向周围的山峦。这里就是曾经关押过他的地方，只是曾经中间那一座最陡峭的山峰消失了。刚刚没有注意，不知什么时候他的周围居然大雾弥漫，那氤氲的血雾十分的诡异，仿佛活物一般。阿火，你有没有察觉到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怎么回事？他手中凝聚起灵力锋刃，猛地快步朝前方跑去，却突然看到了血雾当中的高大背影。你是谁？终于找到你了。他下意识转身就想逃，身体却突然动不了了。糟了，是空间类的术法。空间之类的术法会将某个空间甚至某个地方突然控制，不管里面的活物还是死物，只要对方一个意念，都能瞬间化为飞灰。这么强的强者怎么会出现在下修界？这位大人，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您是不是抓错人了？误会？你留在本座身上的气息，本座又怎么会忘？你是悬崖下的那个男人，要不要这么倒霉？被夺舍醒来后发现我因为药物的原因睡了一个不认识的人，已经够倒霉了。谁知对方还是一个修为强悍的魔族，对方若是想要捏死我，简直是眨眼的事儿。抱歉，对不起，那件事情是个意外，我可以赔偿你，或者是补偿你，真的很对不起。意外？你当本尊是傻子？江桃溪以为自己死定了，下意识地紧紧闭上眼睛。可预料当中的痛楚并没有到来，甚至还发现掐着他脖子的手已经松开。这是什么表情？该不会觉得直接掐死我太便宜我了？我家的两个小家伙那么小，如果我死了，江家的人一定不会放过我们。这位大人，之前的事情是我意识不清，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可以补偿你，任何事情都可以。果然是神的气息。我身上的半神气息明明已经遮掩，他居然闻出来了。你刚刚说你要补偿本尊，那就对本尊负责好了。负责？你睡了本尊，自然要对本尊负责。江桃溪只感觉周围的空间瞬间松动，空间术法消除了，一个不稳向前跌去，却直直撞入了男子的怀中。疼，真的疼，不是在做梦。刚刚还想要将他碎尸万段的魔族大佬，现在好像上赶着要以身相许。为什么？你身上的气息能够抑制本尊身上天劫留下的反噬，怎么不愿意？当然愿意。主人，江老大，主人，您没事吧？刚刚这里有一个很强的青袍男人，还有一个气息很恐怖的金麒麟。我没事，他们是送我回来的，你们去休息吧。坐着神兽金麒麟拉着马车回来，我家主人真霸气，主人威武。你干嘛这么盯着我？没什么。对了，这个给您。小老头举起双手，就将一个刻着9字的令牌递给了他。这是小的为主人在京城暂时买的落脚的地方。这块令牌是酒楼楼主的身份牌，小的买下来的楼叫做什么天香酒楼啊，听说里面的厨子做的菜是京城第一啊，所以就给主人您买下来了。谢谢你，这阵子辛苦你了，你也去休息吧。得到自家主人的肯定和关心，妖术帝灵都快激动哭了，连忙蹦蹦跳跳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麻雀在窗外的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江桃溪迷迷糊糊睁开眼来，光洁如玉般的结实胸膛直接撞入眼帘。哪里来的男人？猛地反应过来，惊得他条件反射就准备跳起来，只是还没有直起身子，又被男子直接按回了怀里。别动。这个声音是……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床上？白九墨睁开了眼睛，坐起了身。你答应过对本尊负责，不能食言。娘亲，
哐啷一声，紧闭的房门被2个小家伙推开。爹爹，你回来了！啊，爹爹！2个小家伙直接高兴地哭了起来。白九墨望着抱着自己胳膊哭到眼泪汪汪的小家伙们，眉头微微皱了皱。这2个小东西居然敢拿他的衣袖蹭眼泪！江桃溪望着这一幕，魂都快吓飞了，想要将2个小家伙拉开，生怕面前的大佬一个心情不好，直接将人给秒了。我要爹爹！娘亲，我也要爹爹！见2个小家伙哭得那么伤心，不知道为什么，白九墨心里很不是滋味。本尊不会伤害他们，你们为什么会认出本尊是你们的爹爹？我刚刚听到了什么？外祖母曾经说过，我们的爹爹不是外人说的丑陋野男人，是世界上最英俊的男子。对，外祖母还说过，爹爹只是有事离开了，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会给我们一个大惊喜的。原来是这样，你们叫什么名字？爹爹，我叫江岩，外祖母说是炎热的炎。爹爹，我叫江景，外祖母说是风景的景。名字真好听。江桃溪却紧张的不行，生怕自己2个儿子将这位魔族大佬给惹生气了，连忙将2个小家伙哄出了门外，让妖术地灵先带出去玩。原来你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可真是让本尊吃醋呢。真吃醋的人能露出看戏般的笑容。他们亲爹呢？偷鸡蛋的路上掉抽水沟淹死了。死得好。不知为何，在得知江桃溪曾经有过一个夫君时，心里莫名的有一丝不爽。因为要处理一些事情，江桃溪要先去京城一趟，便直接朝着京城的方向而去。三姐，你该不会是想进这第1酒楼讨饭吧？不行的。三姐，你未婚先孕，名声不洁，我怕你刚进去就被人扔出来。不如这样吧，等我们进去吃完饭后，给你带点剩菜打包出来，你就在门口等着，如何？吃个饭，居然还能和江青青遇到。猛地抬脚，咚的一声，直接将江青青一脚踹翻在地。青青，江桃溪，你还有没有人性啊？居然敢如此殴打你的妹妹！她也配当我的妹妹？三姐，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你怎么能如此恶毒的对我？行了，你再演下去我就恶心吐了。这里谁不知道你夺了我的灵根天赋，残害我儿子的事情？姐姐，我只是好心提醒你而已。况且就凭你的身份，怎么可能进得了第1酒楼吃饭？哼，江青青，你的脸皮还真不是一般的厚啊！明明是故意在这么多人面前羞辱自己的姐姐，居然还说都是为了姐姐好。是饿了吧？我正好也要吃饭，一起进去。多谢。赵云英，你别在那里假好心了！你以为你真的能将江桃溪给带进去？你也不看看她是什么身份，我爹早就把她赶出江家了，她早就不是江家的3小姐了，她只是一个落魄的连住处都没有的寡妇而已。江小姐，小的来迟了。刘管事，我在这里。江小姐，快请进。刘管事，你们弄错了，我才是江小姐。我们找的可是我们第1酒楼楼主江桃溪小姐，你算哪门子的江小姐？你说什么？这次还是我请你吃吧。对了，刘管事，今后只要是江家人都不得入内。江青青，你坐的这辆马车是当初皇后娘娘赐给我的，现在该还了。江桃溪，你不要太过分了，这辆马车我已经坐了整整5年了，你如今还想要回去？被你占了5年，就是你的东西了。你要搞清楚，这是御赐的皇家之物。江桃溪，你等着，等我哥哥他们回来，一定让你不得好死。西郊的破庙里，
一个背上长着如同蝙蝠一般的干瘪男人正盘坐在一个阵法前。可恶啊！这第一酒楼的废物到底是不是已经睡了？怎么突然就没了声音？因为我在你身后呀。蝙蝠男人惊得猛然间转过身来，就看到那戴着面具的少女正靠坐在一尊断掉的石像上。是你？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京城里人多眼杂，老子就是在找机会在没人的地方弄死你。你倒好，直接跑到老子面前了。蝙蝠男人猛地挥动利爪，就朝着江桃溪的面门抓去。砰的一声巨响，蝙蝠男人还没抓到人，人却是直接撞到了一层无形的结界屏障之上。这怎么可能？老子的利爪削铁如泥，怎么可能会折断？你身上有结界灵宝。没想到今天杀个人，不但还能得到佣金，还能得到宝贝，真是走运。老子的穿梭之术可是能够轻而易举地穿过任何结界灵宝。蝙蝠男人的身形在一瞬间变得透明，再次朝着江桃溪猛地抓起。砰的一声，却再次撞到了那结界屏障之上。你当然穿过不了，因为这只是我周身的护体屏障。开什么玩笑，你糊弄鬼呢？说吧，到底是谁派你来杀我？说实话的话，我会给你留个全尸。你这个废物，莫不是以为自己身上带了几个灵宝，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话还没说完，一阵突如其来的巨大威压直接压在蝙蝠男人，猛地砸在地上。饶命！仙子饶命！告诉我，是谁派你来杀我？是春南国4大世家之首的启家二小姐启龙雪。仙子，你刚刚说放了我，你可不能出尔反尔啊！我只说过会留你一个全尸。咯吱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江桃溪朝着乾坤秘境的方向而去。主人，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个叫什么祁龙雪的女人应该就是江家害你的幕后主使。你打算什么时候去收拾她？不急，那女人这么着急的杀我，肯定是想遮掩什么事情。而且调换命格这种术法不是普通的修士能办到，肯定还有其他人在帮他。放长线钓大鱼，就让他再多活些日子。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在从中捣鬼。主人，这里好像有东西。定睛一看，就见不远处的山洞中央有一个血池，而那翻涌的血池上空漂浮着一根浑身带着火焰的红色藤蔓，居然是万灵血藤。运气不错。那血色的藤蔓像是有意识一样，猛然间暴动起来，瞬间分叉成了3根藤蔓，直接朝着江桃溪的脖子勒去。咯吱一声，江桃溪一把拽住了3根藤蔓，随即反手打了一个死结。这小东西还挺不老实。主人，你打算怎么处理？既不愿意认主，直接烧了吧，还能成为你的养料。吓得藤蔓浑身一抖，急忙伸出一根小藤蔓头，可怜兮兮地蹭了蹭江桃溪的衣角。江桃溪划破了手指，猩红的血滴直接滴进了血色的藤蔓之中。转瞬之间，血色的藤蔓周身散发出了一阵红光，紧接着慢慢变小，最后幻化成了一根细小的红色小藤蔓，卷到了江桃溪的手腕之上。契约已经生成，江桃溪拿到了这次的灵宝。主人，你在干什么？我们既然都已经取到了这万灵血藤，为什么这血池里的温度还没有降下来？好强烈的剑气！一伙还准备说什么，回过头却见自家主人此刻正紧皱着眉头盯着那把黑剑。主人，你怎么了？这剑有什么问题吗？这把剑给我的感觉居然很熟悉，熟悉到欠揍。你这个臭丫头，动不动就欠揍欠揍，你才是最欠揍的。
你是林师叔？就是老夫，怎么了？你师叔我可是这天底下之间最绝美的美男子，就只有你这小臭丫头一天到晚喊着欠揍，你这小不点儿才最欠揍。你怎么会变成这副模样？怎么会变成剑灵？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初你为什么会离开神宫殿？老夫变成这副模样，那可多亏了神光尊主了。莫不是你和我师头上的那位神光殿尊主？老夫都成这副鬼样子了，还骗你不成？当年那该死的神光尊主让老夫下界收服一个作乱的妖物，谁知道到达地点之后才发现是一个陷阱。他杀了老夫之后，也不知道对老夫做了什么。等老夫醒来的时候，就已经被炼化成了一把邪剑的剑灵，封在了这地下。现在放在你面前的有2个选择，一个是跟我契约，奉我为主，另一个就是永远长眠于这地下。你这小臭丫头，什么口气，什么心态？老夫可是你的师叔，你懂不懂尊老爱幼？林师叔啊，按照情义来说，你和我的师父交情轻得很，而且咱们一直都有过节。说按照利益的关系来说，师叔你现在就是一块破铜烂铁。你这臭丫头，你！我数3声，不认主我就直接离开了。3、2，老夫答应你。山洞里的灵宝是我们小姐看上的，还不快点交出来！灵宝本就是谁先抢到就是谁的，你家小姐看上又如何？哪里来的臭丫头，居然敢嘲笑我们齐二小姐，找死！你是祁龙雪。砰的一声，江桃溪直接挡住了男人的大锤，目光紧紧地落到了男人身后的女子身上。怕了就跪地求饶，自抽嘴巴。若是抽得够响，兴许我会饶你一条狗命。既然你这么爱下跪磕头，那我就成全你。林师叔，该你上场了。话落，一抹其他人看不到的金色身影猛地从江桃溪身后飞出，挥动着手中透明的墨色长剑，直接挥向浑身肌肉的男人面门。大师，你怎么了？你这废物怎么这么弱？看着这么大的个头，怎么这么不禁打？你这妖女是在找死！手腕上的万灵血藤瞬间幻化出了原本的形态，出现在了江桃溪的手中。是灵宝！砰的一声巨响，祁龙雪却被江桃溪一边抽开。贱人，你居然敢打我的脸！给我将这个贱人撕成碎片！独狼，你在干什么？祁龙雪不知道，就在刚刚的那一刹那，江桃溪释放了神明威压，直接将3尾独狼吓得肝胆俱颤。啪的一声，江桃溪直接一鞭子将祁龙雪抽得摔倒在地。你这个贱人，你可知我是什么身份？你还敢打我！贱人！别打了，别打了！每骂一句，便是一鞭子。求求你放了我！我不要你的灵气了，我什么都不要了。我记得你刚刚说过，让我自抽嘴巴，抽得让你高兴了，你就放了我。现在你可以开始表演，让我高兴了。响亮的巴掌声在树林里响起。活该！怎么这么多红灯笼？是哪只小妖怪要成亲吗？主人，您回来了，太好了，快去换嫁衣吧。什么？一时之间，江桃溪以为自己听错了。主人，听您夫婿说，您还未与他大婚，小的们就帮主人布置了婚房。夫婿？哪门子的夫婿？我什么时候有夫婿了？我怎么不知道？就在此时，不远处传来男子低沉悦耳的声音：“希儿，不能赖账。”回过头去，就看到那俊美无愁的男人从大门口处走了出来。
2个精雕细琢的小男孩正一左一右拉着男人的手掌。是你，娘亲，娘亲，成亲，跟爹爹成亲。小景乖，小言乖，你们还小不懂。我们不是3岁小孩了，我们懂得很多很多。对，大人们都说，只有成了亲之后，才能永远的在一起。2个小家伙似乎像是想到了什么，水汪汪的大眼睛纷纷聚起了水雾。娘亲，你是不是变心了？你是不是不想要爹爹了？娘亲，要爹爹，阿言想和爹爹娘亲在一起。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2个小家伙。阿言，阿景，爹爹，别走，别丢下我们！爹爹，别走，别丢下我们！爹爹最是喜欢阿言阿景，又怎会离开？你妈娘最喜欢爹爹了，不会变心的。喜儿，我们可以开始成亲了。成亲，成亲，成亲，成亲！100天地，细节都要弄得这么逼真吗？喜儿，弯腰。娘亲，快鞠躬拜堂啊！快！周围热情高涨，为了让自己的2个孩子高兴，江桃溪便弯下了腰。2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房门被关上后，江桃溪正准备一把扯上头上的盖头时，手掌却被一只温暖有力的手掌握住了。盖头要让为夫解开，才能白头偕老。大人，现在2个小家伙已经不在这里了，我们可以不用再演戏了。演戏？喜儿什么意思？夫君听不懂。淡淡的冷香扑面而来，望着近在咫尺的俊脸，江桃溪涨红了脸，踉跄的后退了一步，直接跌坐在床榻上。就刚刚我们不是在做戏吗？拜堂都是做戏，现在我们可以不用做戏了。刚刚本尊什么时候跟你讲过是在演戏？天地为证，如今已成亲，本身就是你的夫君。我就这么成亲了？不，这绝对不可能！大人，你一定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吗？江桃溪，吃干抹净的是你，跟本尊拜堂的是你，说要对本尊负责的也是你。如今你却告诉本尊，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玩笑。不是，我当然会对你负责，成亲肯定也是真的。是我在开玩笑，是我在逗你呢。江桃溪强挤出一抹笑容，对方可是一个实力超强的魔族大佬，若真的因为这些事儿而将对方惹怒，不只是他，怕是他的儿子、母亲，这里所有的小妖怪们都会有危险。那你打算如何向为父证明你心悦为夫？吧唧一口亲在了对方的脸上。你今天一定还很忙吧？你要不先回去办事？今夜是大婚之夜，本尊哪里都不去。但刚动一下，手便被按住了。喜儿乖，别乱动。第二天，江桃溪一大早就起来了，但起来之后却发现，昨天搂着他睡了一夜的男子早已经消失了。你怎么在这里？回禀夫人，是我们家主让属下的门口等候夫人起来后，将夫人送去皇宫。想必你们今天都知道朕让你们来是为何事。江桃溪，你曾经救过皇后，江府的确是你的，
可江家人已经在里面住了很多年，朕能够让他们还给你，但是你能守得住吗？想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也需要实力匹配。殿下是怎么回事？江桃溪不过是个没用的废物，不该直接嘲讽一顿赶出去吗？所以，陛下您这是什么意思？民女听不懂。我们春南国以武为尊，都是性情中人，以擂台比试来定江府最终得主。4日后便是皇后的生辰之日，不宜动武。给你们定一个时间，半个月后擂台比武，江家派出1人与你比武，你若是能赢，就可以拿回属于你的府邸。一个被我踩在脚下的淤泥，还想翻身？做梦！果然是你，这位姑娘，你我井水不犯河水，当初为何要火烧我们极乐教的据点？不过我们极乐教是惜才之人，姑娘既有异火在身，如果进了我们极乐教，以后肯定前途无量。进你们极乐教，那和吃狗屎有什么区别？恶心的玩意儿，老娘见一个杀一个。你这小贱丫头，敬酒不知吃罚酒，给我杀了他！林师叔，我主攻头目，你尽量牵制那群弓箭手。一群畜生，真是该死！哗啦一声，异火瞬间烧掉了第一波箭。江桃溪手中的万灵血藤直接挥出，挡住了黑袍男人的攻击。这女人是铜墙铁壁做的吗？都感觉不到痛的吗？哪怕有异火能快速修复身体，我的刀也是刀刀砍在肋骨之上啊！没过多大一会儿，近200灵者5阶的弓箭手全都倒在了地上。老了，就杀这么几个兔崽子，居然差点把老夫给累死！你以为杀掉这群弓箭手就能将我耗死？一瞬间，一股铺天盖地的邪气瞬间在周围涌起。就见周围地上的尸体居然以一种诡异且不规则的形态蠕动地站了起来。尸体怎么起来了？难道不是鬼人？应该是极乐教最难缠的邪尸。邪尸？听说邪尸斩不死，并且和鬼人一样，被咬后会被同化。臭丫头，一定要小心！剑灵话还没说完，邪尸已经扑了过来。黑袍男人也在这个时候攻击江桃溪，一时之间他很快就落了下风。黑袍男人逮住机会，猛地催动最强灵力，朝着江桃溪的脑袋砍了过去。突然，江桃溪身后猛地出现一张血盆大口，一口将那黑袍男人吞进了嘴里。这不是我之前烤的那个蛋里的那只黄团子吗？怎么连这么强的修士都能一口闷？大黄团子嚼了嚼，突然大眼睛上染上了水雾，哦的一声，直接将那黑袍男人一口吐了出来。转瞬间，那黑袍男人的背后便长出了黑色的脊骨，皮肤开始变化，直接变成了2人多高的人形妖怪。不好，这男人吞了妖兽灵元，实力暴涨。就在江桃溪焦急地想着突围办法时，砰的一声，眼前刚刚还威风凛凛的血尸瞬间爆破成了血雾。原来是你夫君动的手，怪不得。谢谢你。话还没说完，就见面前的俊美男子直接在周围打下了一道隔绝结界。江桃溪见对方解自己的裤腰带，吓得连忙用手按住，满脸通红。你干什么？这里不行，我才大战一场，体力跟不上。话还没说完，就见对方拿出了一个好看的玉瓶，一言不发地撕开了他那已经满是血的衣服，力道轻柔地为他上药。这是一件防守灵器，能够保护你的安全。若是有危险，可直接对着灵器喊出来，本尊听到后会第一时间来到你身边。哦，本尊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处理，你好好休息。皇上，属下已经将刚刚那些伤了娘娘的邪修灵魂抓住，要如何处置？碎魂。皇上，再过几日便到了诅咒发作的日子，
您知道了。主人，你不能去，这么多年都没邀请你参加什么公宴，现在在你要拿回江府的时候邀请你去，肯定没安好心。我要快快长大，我要保护娘亲。一味的躲避，只会让臭虫们得寸进尺，退一步不会海阔天空，只会被踢下悬崖。将军老大，将军老大，外面有一头浑身是血的九尾小狐狸，那小狐狸的9条尾巴断了8条，血淋淋的，好像要死了。9条尾巴的狐狸，在看到狐狸眼睛两边红色纹路时，不由得一震。这红色的纹路看起来怎么那么像是我那捡来的夫君眼角的魔纹纹路？哎，你怎么把它契约了？灵兽在被契约的时候，身上的伤口会修复再生，只有这样才能救他。傍晚，江桃溪在后山灵气最充沛的地方修炼完后，正准备沐浴一下再去参加宫宴，结果推开自己的房间，便因为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原本比较简洁的房间里，此刻挂满了5颜6色的花裙子，红配绿，黄配蓝，深紫配黑色芙蓉大花等等等等，配色具体有多么丑他无法形容。主人，是不是很惊喜？是不是很意外？你这意思是，这是送给我的？是啊，小的觉得这些衣服花色款式正是和主人您的气质一模一样。主人您今晚不是要参加宫宴吗？所以小的就都给你买回来了，感不感动？江桃溪望着那堆得如同小山高的花衣服，咽了一口口水，扶住了额头。主人，您是不是不喜欢？我喜欢，下次不用破费，我衣服多。妖树地灵听这话，高兴得不得了，赶忙出去了，留给江桃溪换衣服。好美，娘亲好美哦，这裙子真好看。2个小家伙称赞得不得了。妖树地灵站在一旁，眉头紧皱。这衣服哪里好看了？一朵花都没有，真是太丑了。主人哪里都好，就是这眼光实在是太差了。我已成婚，做不了侍妾。他不过是个弃妇罢了，以后能找个打金夫都已经是烧高香了。现在能有进入上修界的好事儿，他居然不同意。你成亲了？回喜先师，我从未见过我四姐的夫婿，但我四姐确实已有良子，还请齐先师见谅。江青青故意加大了声音，表面上听起来像是在为江桃溪解围，但其实却是故意在引众人回想起江桃溪的过往。回仙师，江桃溪他的确有2个孩子，好像是弃妇来着。你在胡说八道什么？一伙差点气翻，撸起袖子就要干架。我能自己解决。正准备开口，远处的天空突然出现了一抹金光飞来。那是什么？是金麒麟？是神兽金麒麟？众人一听这话，纷纷浑身一震，惊喜万分。此时此刻，只有江桃溪还有一伙站在原地。臭丫头，你好大的胆子！见了大能修士居然不下跪，还不快点以死谢罪！砰的一声，话还没说完，直接被春风一击击开老远。暂且留他一命。此刻既然自家娘娘都开口放人了，春风自然听命。是，夫人，让您受惊了。主人离开时告诉属下，如果谁敢惹您不快，格杀勿论。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江桃溪明明是个没用的废物，为什么这个贱人还有这样的好命？勾搭上这样一些巅峰的存在，这些应该都是我的才对。能坐上神兽金麒麟马车的应该是我才对，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吃完饭后，江桃溪就坐上金麒麟马车离开了。
不是他今晚不打算揪出帮着祁龙雪害他的那个人了，而是那魔族大佬的手下在这里。若是知道有人曾经欺负他，不得直接将那些人全都秒了呀？可那样的话，可就真的太便宜他们了。而且那群人里很有可能有人知道他被抢走的那个孩子的线索。那么大一座山峰突然坍塌消失，肯定会有人发现。醒了醒了，真的是太好了！小狐狐终于活过来了。小狐狸微微怔住，我身上诅咒的痛感怎么感觉不到？目光下意识望向自己断了的8条尾巴，却是蓦然一怔。怎么回事？我身上的诅咒痛苦不但不痛了，连那断尾巴居然也长出来了。这在过去那么多年里，诅咒发作时从没有出现过。就在此时，他突然发现体内有一道无形的契约禁制。或者是他这是被人契约成灵种了？怎么可能？我堂堂魔界之尊，未来世界的主宰者，怎么能被人契约成灵种？到底是谁？到底是哪个胆大包天的蝼蚁，居然敢把他给契约了？小狐狐是非常喜欢娘亲留下的印记吗？阿言也喜欢。一旁传来了小家伙姜言的声音。江桃溪，是他契约了我。景儿、言儿，你们怎么还没睡？身后传来了女子熟悉的声音。原来你已经醒了，你的眼睛可真漂亮。猛地被人这般近距离的夸奖，小狐狸有那么一瞬间的不自在，回过头来竟然看到江桃溪居然抱着2个小家伙去一旁的房屋了。刚刚不是还夸我英俊，这个始乱终弃花心的臭丫头。就在小狐狸气不过准备跑出去找江桃溪算账的时候，陡然看到江桃溪又从门外走了进来。小白白。什么小白白，秀致死了。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啊，真是可爱死了。江桃溪用鼻尖蹭了蹭小狐狸，突然如此靠近，都属于少女身上淡淡的香气扑面而来，鼻尖上麻麻痒痒的触感让小狐狸心跳都仿佛漏跳了一拍，从来没有谁能让自己有这样异样的感觉。对了，小白白，你是雌性还是雄性啊？这么多年来从未遇到过如此情况，羞愤地拼命挣扎了起来。夫人，春风正准备过来告诉一下江桃溪现在京城里的情况，话还没说完，一眼就看到了这一幕，几乎是一瞬间就认出了自家王上诅咒发作时的模样，扑通一声吓得直接转过脸去跪在地上。夫人居然在看王上那个地方，我祝你这一幕会不会被王上灭口？你怎么跪地上？我春风额头冷汗直冒，这才反应自己刚刚条件反射下跪下了。怕露馅儿，连忙站起身来，刚准备找个借口离开时，一眼就看到了江桃溪此刻抱着小狐狸，另外一只手居然在摸小狐狸的尾巴。摸尾巴可是代表着……你怎么了？没什么，属下困了，先走了。堂堂的魔尊大人，还是第一次被人如此大胆的求欢。在九尾魔狐一族，摸尾就是求欢，摸一下就一次。江桃溪刚刚就抚摸了7、8次尾巴。怎么突然这么乖了？江桃溪还没来得及放下小狐狸，就见小狐狸直接跳到了床上。咱们走着瞧。不知道我新契约的小狐狸怎么了？他刚往床上一躺，小狐狸直接挪开了好几步。小白白，你真可爱。
江桃溪直接在被子里嘬了一口，随后抱起小狐狸睡觉。深夜，床榻上，江桃溪猛然睁开凌厉的双眸，正准备掀开被子下床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被子里软软乎乎的小狐狸，这才蹑手蹑脚地下了床，换上一张面具，还有一身夜行衣服，他直接出了房门。房门关上的那一刹那，身穿墨色长袍的俊美男人便出现在了床边。江桃溪，恭喜主人这么快恢复修为。最近可有那老鬼的踪迹？回王上，并无消息。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春风偷偷地望了一眼自家主人的背影，硬着头皮道：主人，都过去近8000年，没有老祖的消息，属下觉得老祖很有可能已经消散于世间。那老鬼老谋深算，藏得深，让暗影阁继续追查。是。春南国皇宫，太后寝宫。冰凉的刀锋靠到了脖子上，太后猛地惊醒，就见一个浑身黑衣的女子坐在自己床边，刀锋还抵在自己的脖子上。救命！来人呐！我已经在这周围设下结界，你就算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你是谁？你到底要干什么？你知不知道哀家是什么身份？诛你9族！江桃溪笑了，猛地一抬手，手腕上的万灵血藤瞬间将太后浑身缠住，一把拉到她的面前跪下。我当然知道您的身份，春南国当今的太后，上修界万镇国奇方的养妹，极乐教的3观信徒。你胡说什么？什么3观信徒？你血口喷人！这太后算起来今年的年纪已经有100多岁了，为了变年轻，听信邪教的鬼话，每夜以年轻少女的血沐浴，不知残害了多少年轻的宫女。既然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直接送你走好了。江桃溪话落，化为人形的异火直接出现，隔空掐住了太后。仙子饶命！仙子饶命啊！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想让我饶了你也可以。我先来问你几个问题。我说，我什么都说。你和祁龙雪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我和祁龙雪没有什么关系。一抹火红的丝线瞬间贯穿了太后的手掌，直接将太后钉到了一旁的墙上。仙子饶命！仙子饶命！我什么都说，我什么都说。祁龙雪其实是哀家的孙女儿，她的母亲其实是我的私生女。继续说。我之所以会加害江桃溪，是因为雪儿嫉妒那小贱人的天赋。你说什么你？一火掐着太后的手瞬间用力，满脸都是怒意。这老太婆居然还敢骂主人！让她说。江桃溪发话。后来雪儿想要那小贱人的天赋灵根和修为，我本想将那小贱人直接抓来，把那小贱人的修为和灵根夺了给雪儿。但是雪儿是4大家族最受瞩目的天才，如果让人发现修为突然晋升快得离谱，肯定会引起其他人的怀疑。而江家的天才突然失踪，为了挣摇钱树，江家也肯定会想方设法拼命的寻找。这突然听说那小贱人失踪了，在得知那小贱人回来的时候还带了2个孩子，就听说江家家主在黑市里偷偷的打听挖灵根换气运的事。我猜到江家家主很有可能是想要挖那小贱人的灵根，当时就派人与江家家主联系，想挖灵根换命格这种邪术，极乐教里有人会。我这边谈了条件，可以帮江家家主挖出那小贱人的灵根换命格，帮助江青青和太子订婚。但是条件是，等江青青和太子订婚之后，就将体内江桃溪的灵根和修为全都转到雪儿的身上。
原本一切都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可不知道为什么江桃溪，他明明已经灵根尽废，是一个废人了，却突然造反，而且好像还傍上了一个了不得的后台，把一切的计划都打乱了。仙子，您问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了我。你加害我那就算了，可你还害了那么多人，我怎么能放了你？你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加害过你？我什么时候加害过？话还没说完，太后瞬间瞪大了眸子，满脸惊恐。你是江桃溪，你是那个小贱人！啪的一声，一伙直接一巴掌将太后抽倒在地。江桃溪，你不能杀我！不如这样，从始至终想要夺走你灵根的都是我的孙女祁龙雪，我可以把她的灵根挖了给你，把她的修为挖了给你，不，就连江千景身上的灵根也挖了给你，都给你。祁龙雪不是你的孙女吗？你那么喜欢她，还要加害她？什么加不加害的，不过就是个孙女罢了，我的孙女多了去了，而且你不能杀我，我是春南国的太后，就算不是皇帝的亲生母亲，我在春南国的地位也是无人能够撼动的，杀了我对你没好处，和我合作，你才能如鱼得水。听你这么一说，的确会惹一些没必要的麻烦，不过会有人来惩罚你做的一切。太后一眼就看到那站在门外满脸铁青的皇帝。江桃溪回去之后已经很晚了，给入梦灵宝做了清洁术之后，江桃溪直接躺到了床上。陆言清，江桃溪望着那抹身影，眼神冰冷至极。弹得真好。你是谁？你可知擅闯桃林山的后果？桃林山有什么了不起吗？本小姐想进就进。话落，他猛地一甩手，轰隆一声，直接打断了一旁的2棵大桃树。你干什么？望着残败的桃花，陆延青的心就像是一下子被揪起来了一般，脑海里陡然就想起了当初江桃溪被他碎魂的场景，猛地一挥手，准备召唤出灵气杀了江桃溪。可是他却突然发现他的手居然聚集不了灵气了。怎么回事？还没有反应过来，直接被江桃溪一脚踹翻在地，如石头般坚硬的拳头拳拳砸脸，拳拳到肉，打得陆延青毫无还手之力。本来一个人打就已经够陆延青受的了，现在3个人打，就直接打得陆延青头晕眼花，连鼻血都流出来了。猛然惊醒的陆延青望着面前熟悉的奢华房间，心渐渐落下来。严哥哥，你是不是没吃饱？其实阿武为了严哥哥还是可以坚持的。嘿，你怎么在这里？为夫为何不能在这里？也对，早就成亲了，自然是能睡在这儿的。怎么，你看起来很不想见到本尊？当然不是。江桃溪不傻，自然不会说出心里话，他怎么可能想看到他呀？陡然听见少女的心声，蓦然一怔。作为灵宠，等契约彻底稳定下来后，是能够听到主人的心声的。而江桃溪根本就不知道面前的俊美男子就是他才不久契约的小灵宠，根本就没想过像对待异火和剑灵一样屏蔽自己的心声。用这种冰凉的眼神看我做什么？该不会是突然觉得我很碍眼，想直接秒了我？他就知道这魔族跟他成亲只是一时兴起。真傻，我看起来有那么凶吗？见面前的俊美男子突然笑了，哪怕见惯了美男的江桃溪，心跳也不由得漏了一拍。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江桃溪，你清醒一点，可不要有任何非分之想，不然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大人，你什么时候出门？你上次可不是这么叫的。江桃溪立马想了起来，对方之前让他改口过。九墨哥哥，你什么时候出门啊？这丫头
睡了他之后，不仅不想对他负责，甚至一点都没有爱上他的意思，气人。说爱九墨哥哥，这魔族大佬脑子进水了，什么情况？属狗的吗？居然还有人！望着面前躺在自己腿上的俊美男子，忍不住为自己年少轻狂犯下的错叹息，自己招惹的美人儿，含泪也要宠完。主人、夫人，有一个身穿深蓝锦袍的中年男人，带着一群人拦住了马车的血路。希儿，爹爹是心疼你的，血浓于水，爹收回当年的话，不断绝父女关系了。快带着夫君来给爹请安问好。按照城里的规矩，女婿头一次见丈人可是要送大礼的。这神兽金麒麟就很不错，到时候还能给天辰契约成灵兽。啊，对了，一定要多要些奇珍异宝，到时候还可以给些亲戚当嫁妆。此刻，白九墨的俊脸完全冷了下来。去吧，无论做什么，为夫都会在你的身后。虽然他已经不再相信爱情，但还是很感谢有人能对他说出这般温暖的话。江家家主，你就带这么几个人，还想来抢我的金麒麟？希儿啊，你怎么能这样想爹爹？爹爹不管做什么事儿都是为了你好。姐姐，我们都是心疼你的，都是爱你的。若你还心里有怨，我向你道歉。你就算是打我骂我，我都不会还手的。江桃溪，你不要得寸进尺。青青已经跟你道歉，已经很伤心了。现在我们全家人都放下身段来请你回去了，你还想怎样？这样吧，你们直接把我的东西挖出来还给我，我就原谅你们。你不过是失去了灵根修为而已，最多不过是成了一个废人。可我们青青却是失去了大好的名声。如今他已经向你道歉，你居然还让他把灵根挖了给你，你怎么能如此无耻？砰的一声巨响，江天辰话还没有骂完，直接被春风击开老远。我最后重申一遍，你们江家早就在5年前就与我断了关系，恩断义绝。就算我翻身以后光芒万丈，都跟你们江家没有一点关系。那个九墨哥哥，我先下马车了，你要不要下去坐坐？今天白捡了很多宝贝，挺开心的。白九墨看出了他是为何高兴，修长的手掌中凝聚出了一块墨色的令牌。送你。天魔，这个令牌是护身符吗？这是天魔秘境之主拥有的令牌，只要你拿着这块令牌，想进就能进，你想要什么宝物都可以，因为整个秘境都是你的。都是我的。不怪江桃溪这么激动，毕竟天魔秘境里宝物众多，从过去到现在没几个人进去过，因为太难进去。过去他还没有被朱秋武和陆延青害死的时候都没有进去过。这魔族大佬太豪横了，现在抱大腿还来得及吗？白九墨听着少女的心声，听着听着，眼底尽是疑惑。曾害了他的不是蒋家人，陆什么清的又是什么人？现在为什么突然想抱我的大腿？突然他像是想到了什么，猛地镇住，突然就顿悟了。成亲这么久都没有真正负距离，他此时此刻怕是等不及想在这里要了他。一瞬间，白九墨的眼神变得极其幽深，嘴角勾起了淡淡的弧度，深藏的欲望如同被囚困的洪水猛兽。江桃溪原本还处于兴奋状态，突然被面前的俊美男子拉入了怀里，按住了后脑勺贴了上来。情况来得太突然，他都没有做好准备。现在不可以，你会收不住。收不住什么？江桃溪一愣，一时之间还没有明白，在对上男子那双幽深如潭的凤眼时，瞬间反应过来。我没有啊，我没那么想，那为什么你心跳得那么快？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气氛，江桃溪不敢再多辩论，他怕对方真的在这里把他吃了。我先下去了。之前被他派出去的小妖怪们回来给他禀报了一个好消息，
最近苍穹学院颁布的新秘境任务，在今年秋季秘境历练当中拿下第1名，就能得到传说中的灵宝回光之镜。若他能得到回光之镜，就有办法找到那黑袍女人的下落。望着小妖怪们一个个离开的背影，江桃溪陡然间想起了自己之前才契约不久的9尾小狐狸，该不会被谁捉着炖了？刹那间，他的面前闪现出一阵阵黑雾。九墨哥哥，你怎么突然过来了？话还没说完，在看到那黑雾间缠绕的透明契约丝线时，猛地懵了。那契约的透明丝线正和他的身体连着，修长的手掌直接将江桃溪抵到了墙边，贴耳蛊惑。见到本尊是惊讶坏了，还是惊喜坏了？我所契约的9尾小狐狸，居然是这魔族大佬，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反应过来后，江桃溪几乎是第一时间屏蔽了与白九墨的心灵感知。为何要屏蔽心灵感知？我想多活些日子。望着对方这一副皱成了小苦瓜的模样，白九墨脸上染上笑意，轻啄了一下他的嘴角。主人好甜。一句主人惊得江桃溪浑身震悚，满脸通红。我哪敢当这魔族大佬的主人？而且在这墙角边吻边喊主人，谁顶得住啊？娘，你身体好了？希儿，娘身体好多了，你不用担心。九墨每次都给娘送进补的药，娘身体比过去都还强上不少。他经常给您送药？是啊，九墨可关心娘了，你可要好好的对人家呀。听到自家母亲对魔族大佬的称呼，他的小心肝都忍不住抖了抖。上个这么喊魔族大佬名字的人还活着吗？不过目光落在白九墨身上时，还是满带感激。原来对方在他不知道的时候一直都关心着他的亲人，不管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跟他成亲，只要对他的家人好，就是对他好。他会在这期间做好一个娘子该做的事儿。白九墨的目光落在江桃溪身上，原本准备陪陪江桃溪，只是还没有说些什么，就见春风急忙过来，在他耳边小声道：皇上，宫里来了消息，小公主病了，玉妍小姐哭得很伤心。江桃溪就见白九墨原本的脸色还很好，转瞬间就很难看。接着白九墨便站起身来，与他母亲告别后，便带着春风快步离开了。江桃溪安置好自己的母亲和孩子之后，就跟妖术帝灵交代了最近要出门的事情，还将很多的厉害法宝放到了森林宫殿周围。做完这一切之后，他便准备睡了，很累，明天还要前往苍穹学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一直没醒？回皇上，小殿下他可能是心里太难过，积郁成疾才会变成这副模样。郁积成疾？他这么小，哪里来的郁积？皇上，小丑儿一直想要一个完整的家，有爹爹，有娘亲，有很多妖怪都偷偷地说，皇上会册封我为后，之后就会赶走我，小丑儿就会没娘亲。因为这个原因，小丑儿天天难过，茶饭不思，就直接病倒了，怎么医都医不好。说到这里的时候，施玉烟已经浑身颤抖了起来，那一副伤心到绝望的模样，在外人眼里看起来不知道是有多心疼床上的小女孩。可事实呢，床上的小女孩之所以虚弱到这个地步，都是因为施玉烟从来都不给饭吃的原因，天天殴打又治好的原因，天天恐吓威逼的原因。床上的小女孩猛地咳嗽了一声，鲜红的鲜血瞬间将床单染红。小楚怎么会吐血？皇上，积郁成疾，积郁成疾呀，这是心病，
如果不完成心愿的话，小殿下是不可能好起来的。属下尽力了，属下尽力了，求皇上饶命啊！小楚儿，小楚儿，你爹爹在这里，你有什么愿望跟他说，你不要丢下娘亲啊！爹爹，小楚不想做没娘的孩子。乖，别怕，小楚不会没有娘亲。让石玉言暂时搬进魔宫，照顾小楚。再听到有人议论，可杀勿论。是。江桃溪，居然是你呀！这个贱人，你不是已经淋漓尽废，成为了一个人尽可夫的弃妇了吗？怎么会？是你，你爹以前不是说带你去洗心悔改了？那老东西果然烂到根了。老子今天不仅要吃了你，还要一寸一寸撕咬你的骨头渣，要你生不如死。他手中的灭世墨剑一瞬间挥出。我是能够无限愈合的大妖，怎么可能会死？这不可能！原来这把剑居然有能够斩断任何生机的作用。主人，真没想到，刚刚那一瞬间，您居然能够释放灵域。我表现还算行吧？江桃溪正准备离开的时候，胸膛翻涌的血气再也压制不住，他猛地喷出一口血来。主人，你怎么了？小臭丫头，你别吓老夫！这灵泉里的灵气真的很浓郁，对他修为有极大的好处。隐隐感觉修为都快突破乾坤天地初期3阶了。阿西在想什么？脸这么红。哪有？江桃溪话还没说完，嘴唇便被堵住，气息一瞬间就被掠夺，周身都像是被火焰燎过。在最后一步的时候，白九墨推开了。阿西，这漫山花色都不及你半分眸光微动，本尊或许是快要沦陷了。被送回客栈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修为不仅真的突破了乾坤天地初阶3期，白九墨还给了他一个空间袋。他这夫君作为魔界的护法都能富得如此土豪，送了秘境又送这么多宝物，那魔界魔尊得富成什么模样？黄金铺路吗？姑娘，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公子一向都是这样勾搭女子的吗？姑娘，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我懒得理你。姑娘的脾气还真是不小呢，性子这么傲，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你死了我都不会死，快点拿开你的脏手，恶心。第二天，大长老，就是他来砸场子的。小丫头，刚刚你当真是像他们所说的，你过来是专门砸场子？江桃溪也不拐弯抹角，直接拿出了书信递到了大长老的手中。我来这里不是来砸场子，而是来进学院当弟子的。是那2个看门的弟子先出言羞辱我，我才会揍他们。胡闹！灵者1阶怎么可能进苍穹学院？大长老直接将春南国皇帝写的推荐信递给了其他几位长老。能不能不收？灵者1阶真的太废柴了。几位长老有谁愿意收他为弟子？但在场的几位长老都拒绝了。我不弱，我比很多弟子都强。我愿意收他为徒。言青，你可是我们苍穹学院的客卿，你要想清楚啊。野心果然够大，连苍穹学院都想弄到手下利用。既是虚心求学者，我愿意收他为徒，好好教导他，成为一代栋梁，斩妖伏魔，救济天下苍生。谢谢陆仙君的一片好意，我不愿意做你的徒弟，就算没有任何人收我为徒，只能当外门弟子，我也不后悔。毕竟前不久才和陆仙君有了点过节，若想命长点儿，还是离远一点好。没关系，可能是没有师徒缘分罢了。
姐姐，她配做一个姐姐吗？从小我们一家人都把她宠上了天，可她最后都做了些什么？江青青话还没说完，直接被空中的一道红色长鞭抽得摔倒在了人群之中。江青青，人要脸树要皮，你的脸被狗啃了。该死的贱人，什么时候有了这么一件上品灵器？是之前出卖肉体缠着那大能强者要来的吧？真是不要脸！江桃溪，你这个恶毒的毒妇，她好歹是你妹妹，你居然把她打成这样！过去那些账，今天是时候该清算了。这贱人当真是不怕死来着？江桃溪，既然你一心求死，那么也怨不得我。江青青道貌岸然地说出了这一句话，猛地一挥灵剑，直接朝着江桃溪的面门劈了过去。江桃溪猛地一挥万灵血藤，如火蛇一般的血藤重重地抽在了江青青的身上。江桃溪，你这个畜生，你这个毒妇，你怎么能这样伤害你妹妹？陛下，难道他真是陛下？不然的话，为什么他战斗时的招式动作那么像？他一定要确认他到底是不是陛下。江青青，我的东西被你用了这么久，现在该还回来了。不可以，这是我的。万灵血藤直接一勾，一根火红色的灵根瞬间被勾了出来，朝着江桃溪面前飞了过去，一脚踢翻了痛得浑身颤抖的江青青，手中幻化出来的灵气锋刃直指江青青的丹田。江桃溪手猛地一挥，直接斩断了那被调换的天女命格。你是陛下，对不对？陆仙君口味这么重的吗？这么爱角色扮演？江桃溪雪白纤细的手指落在了脸上的黑色面具上，直接取了下来。也是，像你这种恶毒的女人，怎么可能会是她？猛地一挥手，砰的一声巨响，一道灵力风斩瞬间击在了江桃溪所在之处。哼，我现在只不过是打不过你而已，不代表躲不开。陆仙君，这里是苍穹学院，不是你家后院，再敢无礼，休怪老夫不客气。是晚辈刚刚失礼了，刚刚都是误会，还请各位见谅。陆延青话还没说完，便被从空而降的攻击瞬间砸中。这位大人息怒，不知道您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白九墨没有理大长老，狭长的凤眼冷冷地落在那深坑当中的男人身上，再次挥手，浑身是血的陆延青还没有从深坑当中爬起来，又被重重一击。本尊的女人也是你能碰的。就在白九墨准备直接杀了陆延青的时候，怀中的少女拉住了他的衣袖。九墨哥哥，我想自己报仇，我不会让他死得这么轻松。你受伤了？他的。白九墨一听这话，眉头下意识的就皱了起来，直接伸手擦掉了江桃溪嘴角边的血迹。可不行，还是不干净。等等，九墨哥哥，我身上有灵力，不用修复。脏了，必须洗。那个我可以自己洗。本尊帮你。你怎么帮我？这样帮夫人。话落，直接吻了上来。一个时辰后，江桃溪被抱上了岸，换上了空间袋里的干净衣服后，江桃溪就被白九墨带到了一个就近的府邸里面。为何这么望着本尊？也没什么，就是有些好奇你是什么身份，感觉你好厉害。你猜为夫是什么人？魔界护法大将，总该不会是魔界魔尊之类的。为何不会？因为你一点都不像传说中的魔界魔尊啊！传说魔界魔尊不仅是6界第一美男子，而且性格残忍、凉薄无情，
虽然九墨哥哥你长得也十分好看，但是我觉得你和传说当中的魔界魔尊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一开始你挺凶的，但也是我有错在先。正常的人经历那些事情，看到罪魁祸首都会生气吧。但后来你一直都是很温柔的，会经常对我笑，还会温柔地陪我的2个儿子玩闹，甚至对我的母亲也特别好，而且还救了我很多次，帮了我很多次的忙。虽然你和我成亲只是为了缓解天劫留下来的后遗症，但我还是很感谢你。原来在你心里，本尊与你成亲就是为了缓解身上的痛楚。那不然呢？真是个傻子。你认为以本尊的实力，若是想要缓解反噬，还需要与你成亲，直接囚禁你，你能跑得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是说和我成亲，一开始只是因为喜欢我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已经到了苍穹学院的山脚下，可以自己上去了。如果你不想在苍穹学院提升修为，本座可以抓来更厉害的修士来教你。不用了，这点小事我可以摆平的，你快回去休息吧。江桃溪转过身后便跑了上去。白九墨望着那抹红色的身影，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腾起了一抹莫名的心疼。主人，马车已经过来了。白九墨望着那空荡荡的台阶，沉默了片刻。幸好一切都还来得及。王上，这是什么意思？最近有没有那老东西的消息？回王上，只查到了老祖附身在某个人类身上，虽然具体没查出在哪个方位，但是查到了一大批拥护老祖的妖怪和邪修，一个不留。是。江桃溪刚进入学院里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就这一路上的弟子们纷纷用一种奇怪的目光望着他。这群小鸡怎么看什么看？没见过强者走路啊！真想把他们扁一顿，光打一顿算什么？也得想把他们眼珠子挖下来当下酒菜了。这么盯着我家主人是什么意思？想必你就是江桃溪江姑娘吧？他猛地回过头，就看到那顶着他面容的朱秋武，带着神羽国的几个护卫，还有陆延青身边的那几个徒弟，朝着他这边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江姑娘，天下男人这么多，你为何非要纠缠我的未婚夫？为什么要给天下女人丢脸？啪的一声，抬手就是一巴掌，狠狠地抽在了朱秋武身上。这胆子也太大了吧！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抽神羽女帝！江桃溪手中的万灵血藤瞬间抽出，正准备动手时，一道隔绝灵力瞬间打在了他面前，直接将那些快要攻击到他的攻击全部挡了回去。住手！大长老，你什么意思？他巴掌都甩到了我的脸上，你还要护着他？有本事在人家江桃溪夫君面前去嚣张去，都是一点小事儿，没必要闹大。江桃溪，你无缘无故打人在先，要不你道个歉？我不会道歉。他一上来就羞辱恐吓我，并且还污蔑辱骂我勾引陆延青。大长老，来龙去脉您都知道。如果上午不是你们来的早，我早就被陆延青那个有病的狗东西拖进树林里打死了。我夫君看我受了欺负，就怕我随便打了回去，谁知我一回来，他就来胡言乱语羞辱我。女帝陛下，既然是你有错在先，你应该道歉，还人家一个清白。大长老，你是老疯了吗？刚刚被打的人是我，你知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你要是不道歉，就立马离开苍穹学院。江姑娘，今日之事真是抱歉了，还请你不要放在心上。不好意思，我不接受。话落，他直接抬脚朝着外门弟子所住的方向而去。我现在马上就要回春南国边境一趟，你还要跟着我吗？夫人，您以后如果想要去哪里，都可以直接告诉属下，属下是主人专门派来保护夫人的，夫人可以随意使唤。阿娘，
娘，我的小景儿和小妍儿又长高了呢，好像还胖了一点儿。娘亲不在的时候，爹爹经常给我们带好吃的，所以就胖了。娘亲，你是不是不喜欢小胖子？你们爹爹经常过来。你不在的时候，九墨隔三差五的时候就会过来，给两个小家伙送好吃的，陪他们睡觉。九墨是个不错的孩子，你可要好好对人家。妖术帝灵见江桃溪回来了，想要给江桃溪弄一大桌好吃的，但因为天太晚了，就拒绝了。两个小家伙一直黏着江桃溪，直到彻底入睡，才松开了小手。阿娘，这阵子辛苦你了，我要走了，您也要好好保重身体。希儿，其实我不是你的母亲，我只是你的姨母。这一瞬间，江桃溪以为自己听错了。你其实是我姐姐的孩子。22年前，我的孩子出生便夭折，而那天我姐姐浑身是血的回来了，抱着才出生的孩子给我后，就死了。后来我为了保住你，就对外宣称你是我所生。对不起，本来我是准备将这个秘密带进棺材，不想你被这种事情扰乱心神。可是你母亲当初是被人所杀，我怕你往后前往上修界不留心眼，被仇人认出所害。我娘是被谁所杀？我父亲又是谁？我不知道是被谁所杀，也不知道你父亲是谁，但你娘临死前告诉过我，等你长大后一定要告诉你，此生都不要进上修界神光殿。